嗨，大家好，这里是吴轩。看到我旁边这个包包了吗？它就是我刚刚才做完的还热腾腾的。那网友们看了成品给它取名字，说觉得叫爵士啊、绅士啊。我觉得它更偏中性一点吧，我们姑且叫它是女爵包吧。这次的影片呢，就给大家带来最初的设计、打版，一直到后面30多个小时的完整制作过程。那途中呢，我也会旁白解释，让大家比较能够直观的去了解一个包包的从零到有的开发制作过程到底是什么。好，废话不多说，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那这次呢，我要来做一个拉链式的小侧背包，也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画面中的这一款。那这个设计图呢，我已经修改调整过很多次了也是花了非常久。那在我之前的影片呢，也有跟大家介绍过绘制设计图的方法。那有兴趣的同学啊，就请你自己找回去看哦。好，那我们这里呢，就直接开始进入打版的阶段。放上我的招牌时钟以及打版用的工具盒，都把它拿出来，马上计时开始。这次我做的款式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叫所谓的日字结构。你可能觉得说风三小日字结构没关系，你不需要搞懂这个名词是啥，你只要知道它这个结构就是前后2片身片，以及呢侧边包覆一圈的方式去组合的，这样就可以啦。那这种结构啊，在一般的背包、笔电包、公事包，甚至化妆包等等，都相当的常见。那我们当然呢，就是从这个正面的开始。我个人偏好使用打版的方式，还是这种十字打版法。有上过课程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个论述度、准确度、方便性都比你用方格子在那边描数格子来得快多了。虽然它的难度稍高但熟悉之后呢，它的确是非常好用的一种手法。画好大致的尺寸后我们拿着各种尺曲线板或是各种有的没的工具，你可以拿你身边有的给它描绘这种弧线。那这种手绘的效果呢，我真的觉得是比那种电脑绘图在那边那边拉曲线来得更棒，更有感觉。那当然你两种都可以去练习嘛。那线条的弧度比例也要靠你自己的感觉去抓。那这个当然也是做设计最费神的一个地方虽然我们现在正在打版，但实际上我们也是把之前画好的很感性的这种设计图，把它转化成一个很理性、非常需要计较的一个尺寸的过程嘛。所以其实一边打版，你当然同时也是在一边去完善你的设计，补充那些设计图上没有去顾虑到的一些小细节。如果呢你自己去做一遍，大概就会懂我现在在说什么咯。接下来呢，我们用了分规去画弧线的间距，切割下来之后呢，还要在上面做很多口袋的定位点，各种记号，才终于呢把这块第一个针片转大致的完成了。那上面呢，接着还要做正面的口袋啦，口袋还要去量侧边的围长啦、厚度啦，还要估算这个口袋带盖的轮廓五径的比例等等，各种各样的东西，你每个地方都要抓的、拿捏的非常仔细，在美感与现实抓一个理想的平衡点。你应该没想过吧？这4张纸就足足花了我2个小时，他们有够久所以你不会想知道像这种机车包，我当时打版要花多少时间。好，不谈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把底部与侧边的版型陆续给它绘制出来。之后呢，一共会有好几片去给它做拼接。那这几片的总长度呢，除了需要跟这个身片的周长吻合之外它还有包含像这种拉链的宽度这个位置，你也需要把这个宽度给它空出来。这些尺寸呢，你需要精确到以1米为单位去计算，否则你这种皮片太长太短都会有问题。你好一点呢，就是上面可能皱巴巴的不平整这还是好的那你差一点呢，你可能根本整圈就合不起来，你这个包没有办法缝。所以呢，整个做到一半的这些皮就报废了，非常的可悲所以最后剩下的提把、皮带环这些小零件呢，我们当然也是要给它坚持到最后，把它们通通完成。像这种款式基本上算是比较中规中矩，就是比较方正工整一点。所以你想要凸显你的工艺感或是这种个人的风格，你就得从这些小细节呢就去下手，你绝对不能在这些地方就忽略它，就马马虎虎带过。好啦，历经了5个小时我终于把它都打版完成了。算快吗？我觉得当然不算快但至少呢能够做到我个人比较能够接受、比较满意的地步。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准备开料啦。好，所谓开料呢，其实就是把这种皮革撑料内里等等都给它裁切下来，准备好。
那我这次呢使用的是一款深咖啡色的牛皮。那像这种平纹的质感呢，也是我个人的最爱哦。我其实不是很喜欢上面压了各种各样的很华丽或是浮夸的纹路哦，就是这种皮革本身质感其实就很棒啦。好，那一开始呢，我会把这个背带的部分呢，它这个皮条哦长条的先拆下来，因为像这种形状哦，毕竟比较长嘛。那先以它为主哦，沿着这边缘把它裁切下来，还是安全一点。不然如果你把其他东西先排上去哦，到时候没有这种长条的位置给你切，不是麻烦吗？所以呢，除了像这种背带呢，还有像这种管条处，管条其实就是在这种包包边缘的结合处啊，有这种包覆内心的皮条。这个东西大家应该也蛮常见的吧，在各种包包啊、沙发上，我想或多或少都有看过了。那皮带裁完呢，把其他的部位就把它陆续排上来。这里除了要掌控皮革纤维的走向啊，你还要注意表面纹路的变化。要知道每个皮革啊，它可不是布料呢。那每个皮的不同部位都不一样，就像你手的皮、跟你头顶的皮、跟你屁股的橘皮之类的，一定会有一些纹路的不同嘛。所以像这种牛，它可能延展性不同、厚度、纹路等等也都会有变化，更不要说上方可能还会有擦伤啊、疤痕啊，甚至弹孔之类的哦。你就是什么意外你都不知道，这个牛这一生经历了多少，对吧？所以呢，将每个版型啊排放至适当的位置，你又要兼顾少浪费、省材料，其实这本身就是一门功夫哦。好，那接着呢，我把它这些排列好的部分画上记号。大致呢，把它们都出裁下来。你看这样厚厚一叠啊，你想这个手工开一个包的皮料有多久？你敢想吗？还没完哦，后面还有衬料，内里部还需要做。好，那反正接下来就是比较枯燥的啊。我们把这些出裁下来的皮片呢，每一片都要很精确的裁切到你这个版型的大小，将所有上面的轮廓记号都要做保留，否则你前面打板打那么辛苦，你要是割歪了、画歪了，不就功亏一篑了吗？啊，所以这边呢，绝对要非常的耐心啊。那这里有像是这种对称的部分啊，它在侧边嘛，啊，它是可以直接把对面的版型反过来使用啊，这也是一个小技巧，这样就不用多打两个版型。这种有弧线的部分呢，你在手工开料时啊，它其实是最困难的，因为你今天要把线切直哦，你可以有铁尺去辅助你嘛。但这种圆弧呢，你完全就只能靠手眼的协调度哈，这种手的力道掌控去切出这个弧形嘛。所以之前的问与答才会有人问啊，你手工要如何把弧线切得够圆？只有两个：一，好好练习；二，把刀磨砺。那如果还不满意呢，就只好走第三条路，开刀磨吧。开刀磨就是要花钱啦啊，所以自己评估。好，那最后检查一下呢，有没有记号有所缺漏。没问题的话哦，其实这个皮革的部分就算完成了。接下来呢，还有内里的部分。那我使用的是这种仿麂皮的布料，那摸上去呢有点毛绒的质感。它虽然不像这种尼龙布有防水功能，但这个质感呢触感实在是非常的好。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把它比照皮料，把需要做内里的部分呢都裁切下来备用。那这边的动作其实与刚刚裁切皮革都蛮相似的啊，那我就快速略过。好，那接下来呢还有衬料的部分，我使用的是这种皮包常用的皮康纸与 EVA。那皮康纸呢，它有一定的硬度，它可以放在这个包包的底部啊，增加它的这个承载力，不会让包包变形。那 EVA 呢，这种发泡材质啊，它除了可以有些柔软度去增加质感，也可以呢作为这种浮凸的部分的内衬啊，就是我们常常在这种表带啊、提把啊所看到的那样，有一些凸起来的效果。那这里呢，首先我底部打算将它跟皮康纸结合，让它这个包包下面也有比较柔软的手感。那我买这种 EVA 的款式，它其实含有背胶，你只要撕下来就可以贴，非常的方便。那同时呢，我打算呢也把它当做这个提把的衬料，这样中间呢就会比较凸那这样呈现起来呢会整体更有张力。好，所以就期待它的成果吧。好，我们把前面这一叠准备好的皮片拿过来，现在呢就要进行削皮的动作。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台啊，可以说是我们做皮件可以说是必备的一台机器。那在我们削皮前呢，当然要先给它磨一下刀。我们这边转动磨刀石的旋钮啊，让这个砂轮靠近这个刀具的外侧，给它进行打磨。那内侧卷边呢，就得靠我们手动处理，所以一切都是要靠经验的。好啦，把刀磨砺，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削皮了。削皮顾名思义呢，其实就是借由切削的方式，把皮革的厚度给它削薄，好让我们两块皮交叠的部分不会过厚。这就像爱情一样，
总是要留给彼此一些空间嘛。好，如此一来呢，成品就会更加的细致啊。通常我们在开料的阶段呢，我就会习惯把每一个边所要进行的方式，例如说有的要缝啊，有的要折啊，我都给它标示清楚。因为不同的部位、不同的技法，会直接导致削皮的厚度、宽度也不一样哦。有的宽，有的窄，厚薄也不同。有的要削成阶梯状，有的要削成斜坡状，可不是每一片都像这样啊，油门踩到底哦，顺着给它撸过去就好。这也就像每个人的不同部位也有不同的形状。那这几咪的小差距呢，会直接影响到整个成品的呈现。所以做包包啊，真的是各处都要有耐心，有细节。好了，我们把所有的皮片呢都削皮完成，拿回桌面上统一给它检视。你可以看到各处都有不同的削皮方式。原本很粗硬的这种管条皮带我们也给它整条进行削薄，变成比较柔软、比较适合包覆用的皮带。那下一步骤呢，我们就进入到所谓的台面处理。台面处理其实是一种统称反正呢就是在桌面上、台面上做的有的没的事情我们通通就叫它台面处理，把该刷、该折、该粘的东西呢，陆续把它们处理好。像是现在我在这边做的是底片，我再把之前做好的衬料刷胶，再与削过的边缘皮片做贴合，如此一来呢，它就可以顺利的反折，整体也会变得光滑圆润。如果你没有削皮就直接折，你绝对会丑到哭啊！除了刷胶与粘贴之外呢，还有许多在缝纫前要进行的准备工作。例如我在这边上了五金扣我手中的这个五金呢，就是我们在包包上常见的磁扣。那这些安装与制作的顺序都有严格的要求。例如像是这里，要安装磁扣后，我们才能贴合内里，否则这个磁扣的折角会显露在包包的内侧，能看吗？所以一个包有那么多的零件、皮片的组合，有上百个制作的步骤，这个制作的顺序就常常搞得初学者很头痛。所以呢，请你下手前绝对要仔细的确认好粘，折，再用滚轮滚。这边也不知道说什么，反正就是看画面说故事。总之就是把该处理的都给它处理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一个小难点，这边要做的是一个立体的浮雕提把。如果我们上一篇影片所说会有不同的衬料以及皮片，一共会叠了5层。那这个设计呢，除了中间有衬料做旗鼓，还要做一个弧度的弯贴，还是2个字耐心就是耐心。看看那个时钟呢，做到现在已经10个小时了。其实做皮件最享受的，不就是这几10个小时下来的功夫，最后得到一个完美的成果吗？所以呢，做皮件时千万不要心浮气躁、放飞自我不然你会发现你的作品或是缝线比你还会废。好，整个提把贴好之后，确认没有问题，也可以进入我们的半成品区。之后呢，它还需要缝合、裁切、打磨以及边油路还长的嘞。现在看到我手上拿的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管条。管条一捆捆的装也有分不同的材质、管径、粗细，分别适用于不同类型的包包、沙发或者装饰品。接着我习惯将管条先与皮带做粘合它才不会滑来滑去的。但通常在量产的时候呢，会省略这个步骤了毕竟每多一道工序，就是多花老板一笔钱不过呢，我现在才打样做一个，先粘一粘，总是比较稳一点。这么长的一段皮带呢，都要给它粘得很紧密，并且边缘呢也要非常的齐平粘好后再拿这个塑形棒给它压贴紧实，才完成了这个管条的半成品。你看，光是这3条就搞了我半小时了。所以再次验证做皮包真的是万事急不得。你想要好的成果，你就得在前面专注每一个细节，
真的是一个陶冶心性、杀时间的好事啊。我们把这些材料拿到针车旁边，准备就开始可以车缝啦。很多人以为使用针车很容易，把这个皮呢拿上去，嘟嘟嘟嘟嘟就缝好了，太天真了。其实呢，光是在车缝前穿针引线、调校设定，就会花掉你非常多的时间的。只是呢，这些繁杂的步骤在我之前的影片里面呢，通常都把它给剪掉了。就像网络上那些名牌包包，他们在制作影片呢，也不会请个阿姨在那边锁螺丝啊、锁扳手啊，像这样的画面才够唯美嘛，够疗愈嘛。没错，我就是这么的肤浅，呵呵。所以呢，这些形象影片看看就好。实际上我们在做的时候真的是复杂的多啊。我简单举例来说根据皮革厚度、特性、作品风格的不同，除了选用上下线的不同粗细，需要机器搭配不同的拉力，或者呢每个洞之间的距离，一直到压脚抬高的幅度啦、送料尺的材质啦、锁壳的松紧度啦、针的粗细尺寸等等，每次都要根据你不同的皮件做不同的设定。针车可不像修图软体有什么一键美颜，直接让你照片变照片。设定不良呢，就是各种跳针、弧线、断针、断线，各种各样，啥都给你来一遍，直接毁了你前面花了10小时所准备好的皮片。并且呢，同一个包不同的部位随时都要变换上述的各种设定，有的地方要调针换压脚，有的地方要调张力调针目，更别说目前说到的只是一台皮革平车之后还有像筒车、驻车、包边车等等等各种各样类型的缝纫机具每一种针车都有相应的外挂配件，什么送料喇叭档位器等等的。所以说做皮包真的是很好玩每个环节呢都有说不完的学问。好啦，不啰嗦了，再下去就说不完了总之呢，使用针车前第一个步骤就是先拿一块碎皮，一边测试一边调整，一切就位了，才可以开始做第一阶段的缝合。那为什么说是第一阶段呢？像现在画面上看到的部分是带盖要缝合这个扣环的小皮片，但是呢，为了不让这个缝线直接缝穿内里，我必须先单独缝合外皮，之后再把这个缝合好的外皮才跟内里做贴合，然后内外才一起缝外圈。而这边在缝内带 logo 的地方，你也不能直接跟内里部固定，因为这个外圈的边油就还没有上好你先缝起来不就没办法上了吗？所以说做包包的思路一定要非常的清晰，有一大堆的步骤，一大堆的设定，每个步骤的顺序都不可以出差错，每个细节怎么处理都有它的道理。这边呢，我们换一个压脚，看到这个压脚底部的造型应该可以看出来有一个半圆弧形的轮廓。没错，我们就要来缝合前面所制作的管条。这个压脚呢，就是专门用来搭配管条凸起的弧度，好让我们压脚在推送这条皮革时可以吻合，不容易晃动歪斜。那不同类型的压脚有数十种之多，那管条压脚呢，已经算是相当常用的一种。看着机器这样嘚嘚嘚嘚嘚有没有觉得很疗愈呢？固定好管条之后呢，我们现在可以开始来做组合了。现阶段做的正是前口袋的外皮部分。没错，前面这个小口袋也有分外皮与内里，两者呢是要分开来制作的，之后再把它们固定起来。就像你外套或西装一样也要做的跟精品一样精致看不见的地方内里一样不可以忽略，最后呢它才会拼装在一起，才算是完成了这个口袋的半成品。之后还要跟包包的主结构的前身片缝合在一起。好，现在看到这台机器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桶型车了，这是为了符合这个皮包的立体结构所做的机型。毕竟这个皮革是厚的是硬的嘛，它可不像布料可以折可以弯所以为了符合像提把这样的弧形我们使用桶型车可以缝合的更好看。这个提把其实算是比较难车一点的，中间这一段是一个微微的弧形，前后呢又是在短距离转折很大的直角。反正呢要车这种东西我宁可一针一针用手慢慢转的我也不怕你们嫌我速度慢，不然呢一个爆冲或是甩尾这一条就要重做了。所以呢为了让作品完美的一次到位，我觉得是稳中稳
好了，那这样缝了一整圈原本入针的地方做收尾，这样好处呢就会整体很一致，不会让别人看出是哪边起头收尾的。我们小心的缝完这个提把的部分，B 阶段的车缝呢就完成了。好，我们回到桌面来看看刚刚缝合的成果。现在应该可以看出明显各部位谁是谁的。这里呢就是前面的口袋，然后是带盖的部分，再来是侧边这圈以及提把。话说这个提把我们检查一下这个正反面的线迹，是不是这个背面其实也是挺美的。其实只要搭配适合的皮料，机器的设定也调整得当，所谓的正反面双波浪的漂亮线迹，其实也是有可能靠车缝达成的。好，这一阶段缝合完呢，又回到我们台面处理的阶段。这里我拿出一个很扁的木模，可以用来制作这种短距离弯贴的部分。当然，相比前面那一个，这样的手势是更难操作的，但还是慢慢来，把它贴得漂亮才是最重要的嘛。你看，是不是这样就有一个弯折的弧度了呢？这在包包的制作上还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我们沿着之前画好的银底，小心沿着记号切割下来，就可以获得这个小口袋的带盖了。只能说做一个包处处都是细节你看我切这么久，你就知道一段直线在这种弯贴上的弧度要切得漂亮，还真的不是那么容易不过呢，接下来这里才是真正的大魔王角度多，弧度大，撑料又硬，厚度又厚，并且呢还是跟着这个车缝线的外围要做一个弧形又要垂直的切割，同时呢它又伴随着因为弯贴而凸起的弧度。你看像我这样聚精会神，双手抱青筋我想还是闭嘴好了，请你们自行感受一下吧。好了，终于完美的把它给切下来了。接着呢，我们拿着清洗笔把记号消除掉。这个提把呢，就算是暂时的完成了。不过看着这个边缘整齐的切面，以及边缘相当平行的线迹，实在是非常的疗愈觉得前面一切的辛苦都值得。好，那刚刚车缝裁切的动作呢，其实是在为接下来的这个边油做准备。该贴的、该缝的都先弄好，切出一个边缘来，这个边油才可以上了。这个涂边油的画面呢，如果是长期追踪我的朋友应该已经看过非常多遍。我们加入水稀释后，就可以用竹块或边油笔，把这个液体状的边油导引到边缘上。边油不但会将这个边缘做美化，它同时也会渗入到这个纤维的缝隙里面，让整体更加稳固密合。如果对边油的动作或是使用的工具等等有疑问可以往回看我之前的影片有一部之前线上课程所拍的边油教学里面有比较详尽的解答。我们把这块皮片都上好边油，剩下要做的就是等它好好干透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左上角这个时间每次动作之间都是反复涂抹放干的过程，不断重复所以呢，这也是一个耐心与毅力的考验。看我这样滚，好像很简单，但把这样简单的动作拿去做100次、1000次而不出错那才是真正的难练像我这样的小带盖，背面是用这种超纤布料，如果边油滴上去，那就真的是完全无法复原的了。所以一定得小心再小心经过我们反复的涂抹放干这个边缘呢已经有足够的厚度，于是这里呢我选择使用砂纸进行打磨。打磨的号数呢要根据你粗糙的程度而定。如果呢是很粗糙的表面，你却用号数较大的砂纸，那就没有什么研磨力，要磨很久。而本身已经是比较细的表面呢，你要是用了很粗的砂纸则可能会有反效果越磨越粗。好，那打磨完呢，我们再上一层薄薄的边油，等它放干最后我们来看看这个成果怎么样？有没
没有比前面的这个状态啊，整个精致很多啊？手痒的朋友，不妨你自己试试看吧。我们已经处理好的边油，达到这样光滑平整的状态。那接下来呢，就可以将这些皮片做初步的组装了。例如这个 logo 皮片呢，之前因为边油还没有上完，所以卡着没有做。不然你要是先固定上去再涂边油，这不是自找麻烦吗？而现在呢，就可以与内里做简单的粘合，暂时固定，之后就可以将它们缝起来了。这里我们将侧片做折边，也是因为前面3片已经车起来了，现在才可以一起折嘛。这里其实是一个小难点因为这个皮比较厚，中间像是这种有结合处的地方呢，光是折都很难折，何况之后还要缝，所以呢，要弄得平整啊，的确要费一番功夫。好啦，我们弄出一整条很整齐的边缘，接下来也是一个关键步骤，上拉链。我通常买的是这种码装的拉链，好处就是要多少就剪多少，不然买固定长度的又贵，设计也会受限，除非你愿意整天跑材料店那像我呢这么懒，还是算了吧。那这种一整捆的呢，每次使用前我们就得像这样做拔齿、安装拉链头、挡片的动作，直接把整条拉链裁成我们需要的长度。这种拉链可以说是一个包包的灵魂贴得不整齐，歪歪扭扭的，除了不好看之外，重点是你要是拉链很难拉，这个包包就很难开合。你想掏钱买个东西都卡在那，你一定会越用越不爽其实我拉链也不是用啥 YKK Riri 这种贵的要死的名牌。其实很多时候一个包包的拉链好不好拉，问题是出在设计与制作功力上。例如说版型的转弯弧度过大啦，有不同轴向的扭转或者是在安装时弄得不平整边缘没有很整齐，所以呢才导致你拉链时从头到尾需要施力的方向不一，那当然会卡卡的啦。等等我们做完这个包，再来检查一下这个拉链好不好拉接着我们固定一下这个前面做老半天的提把，像这样子用皮带扣住的设计呢，缝合位置在这种长度很短的小区域，旁边又有很厚的提把靠着，其实使用针车去缝合会比较麻烦，起收针可能不稳定，压脚也会被旁边的物件挡到，反倒是我们用手缝的会更加精致整齐。所以想学做包，大家一定要有一个观念车缝、手缝都只是种工具，你也可以呢看作是你的武器，两种都去熟悉，那你不就有很多选择了吗？那要怎么把它们好好的运用，扬长避短，发挥它们各自的优势，那也是做皮件很重要的一门课转眼间我们就把这几针缝完了提把呢就这样子固定上去了。皮带背面的这里我觉得缝上去后这个厚度有点厚，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旁边拉链之后的缝合，所以拿出这把刀看起来是不是很炫炮虽然我平常几乎也没在用它了，但这个角度要削皮，总是会比美工刀好用一些。我当然要趁这个机会拿出来炫一下，不然怎么装逼嘛？呵呵。好，又回到我们真车上了这里呢就是我们刚刚固定的 logo 皮片，大概部分呢边缘给它缝合一圈之后也把它固定在身片上面。再来就是固定口袋了。看画面呢就知道这是一个相当难测的部位，这个口袋实在是又硬，转弯幅度又大，你同时要顾着车直线对记号，还要小心压脚被口袋卡住，旋转的弧度不顺。其实看影片中我的手势整个手部肌肉要一直持续施力，维持一个很紧绷的状态去固定，脚又要放松稳定的去踩踏板，避免爆冲，手脑并用，协调能力真的都要很好。再来这里就是车拉链整条的直线，慢慢的车，小心的车，这里有失误绝对会是最明显的。这边可以看到经过提把处的时候，压脚已经抵在提把的最边缘几乎切齐。这里不得不自吹自擂一下，要是我前面设计与打板时没有提前做好这个预防措施，控制好尺寸与宽度，你在那边车缝很开心，到提把这里时哇，压脚挡住，你就没有办法继续开心了。所以处处都是细节车缝完后，把侧片与底片整圈固定起来，前面制作好的管条呢，现在也要拿出来先做固定。我们就两侧绕着它做一整圈，
你会发现啊，管条固定上去之后，整个支撑力就会让这个皮包的轮廓挺出来了。是不是越来越有完成品的味道了？好了，这边我们再换上压脚，准备进行身片与侧片的缝合。你们以为接下来就会很顺利吗？错，我在缝合的时候啊，就发现问题了。这个包不大，所以角落转折处的角度呢就会比较大。这个车缝车直线没问题啊，但是角落的地方试了几次，硬是转不过去啊。没办法，我们只好换个方式缝了。没错，又是它。我们使用筒车来进行边缘合带的缝制，因为旁边这里是悬空的关系啊，我就不用那么辛苦的在那边用力扭了。看这边转弯处啊，是不是缝合时就顺畅多了？现在反而最大的问题是有些地方特别厚，某些部分甚至达到7、8层皮料加蹭料，所以在碰到这些位置的时候啊，速度绝对要慢，让它稳稳地通过才是上之策。大家应该有注意到这个压脚与前面的不同吧？没错，就如我前面所说的，各种压脚、档位器、各种各样可替换的外挂配件，在真车上有数十种之多，所以真的是皮害无涯，回头是岸。好了，搞定完这2圈，现在还要做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包边。没错，我们又换到第3台机具了。包边顾名思义呢，就是把刚刚这2道边缘使用织带给它包起来，这样丑丑的边缘呢就不会被我们看到了。我们把织带穿过这个送料装置以及所谓的喇叭，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叫喇叭了，反正应该跟音响喇叭是没什么关系。真车上的喇叭呢，其实就是这种折边加送料的装置，也有人会叫它包边头或包边神器。这年头无论做什么事都有个神器。简单来说，它的功能呢，就是可以把这种织带直接帮你固定、转弯、对折，让包边织带在一个持续稳定的状态，替你要缝合的区域稳定的送料，这样你就不用先折先粘，还怕对不起，直接给你一个工具就搞定，真的是对得起这个神器的名号。即便如此呢，包边仍然是一个包最难制作的部位之一。我们刚刚前面已经够厚了，对不对？这里又加上2层包边织带的厚度，得一路给它贯穿到底。转弯的地方手还要持续的施力调整角度，真的不要以为有了这些机械就很轻松啊！为了经过这个转弯处啊，你几乎就像是在跟机器拔河。不瞒各位说，车缝这2圈包边，我就车弯了2根针。一边车缝一边听到一些金属撞击的声音，就是因为针已经被我车弯了。一般带包常用16到22号针，号数越大，直径越粗。我这里用的就是最粗的22号圆针，但仍然逃脱不了被掰弯的命运。这2圈车完真的会双手疲劳，满头大汗。说起来呢，也算是某种意义上的核心训练。包做完几天，连我现在在打字上字幕，我几个指尖都还在痛，真的没有跟你唬烂。好啦，历经千辛万苦，这2圈总算是让我们完成了。看到这个边缘原本的丑态被我们缝上平整的包边条，真的感到非常的疗愈啊！差点忘记要缝这条背带了一长一短，中间还有一个皮带环。这2条缝完之后呢，所有车缝的部分基本上就已经完成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这个包翻过来了。包可以分为2大类一种是翻包，那另一种呢，我们会称为外缝包。当然，你心中刚刚想的不翻包你要这样讲也对，反正就是需不需要内外翻转的差别啦。这次用的皮呢特别的硬挺，厚度也有将近2米厚，所以在一开始设计时我就把拉链一路延伸到了底部，不然说真的，这个包车完你可能真的翻不出来，或是呢暴力的把皮革缝线给翻坏。翻包也是一个疗愈的过程但也是个一翻2瞪眼的过程。有时候一翻才发现出事，那可是很伤心的。还好呢，这次还是顺顺利利的。我们也看到这个包比较完整的样貌了。接下来就是做一些收尾工作，像是上面有一些残胶的痕迹就拿胶片给大家清除一下。车缝好的背带尾部我们也需要用手缝收线一下，这样才会更加的稳固。2条背带6个收线都要好好的给它完成接下来还有孔洞没有打，我们用尺给它画上记号，再用碗铲把洞给挖出来。这里也有一颗撞钉，选择适合的宽度，搭配适合的脚长，再选择匹配的模具做敲打。
这款包唯一的壮丁就被我们固定上去了。做到这里呢，已经来到第31个小时了，但绝对不要急，功亏一篑哦。像这种孔洞的细节呢，也不要给它放过。上了边油就不会让2块皮的痕迹显露出来。最后呢，我们再清理一下银笔记号这2条背带，然后就完成啦。接下来就是画龙点睛的时刻了，我们把这几组满恩扣给固定上去。左右边这里呢，我们当做与皮带连接的D形环。中央部分有一个比较大的除了装饰，同时也会比较好开合。最后呢，我们安装上拉链片，拉拉看，没骗你吧？这个拉链很顺吧？把2条皮带穿起来，再像这样固定上去。这个包历经了31个小时，从一开始的设计、打版，还有这几期下来的各种各样的制作，我们终于把它完成了。做包包最爽的就是这一刻，现在看到每个细节都是我们前面一点一滴的辛苦结晶，所有的努力呢，现在都一次性的体现出来。这个包的体积虽然不大，但是放上长夹、手机，还有一些随身用品，还是绰绰有余啦。前面这个口袋也可以放一些物品，整体来说应该是个很实用的款式。来比对一下前面的设计图。在打版时呢，虽然有跟动一些设计细节，例如像是前面扣环的皮片造型或是提把造型，但整体比例与造型风格还是与当初预想的相当接近。那因为刚翻包这个整个轮廓部分呢还是比较圆弧，之后我们还可以再整形固定一下这个整个造型上就会更强烈一点。好啦，那以上呢就是这个包的完整的制作流程。这次呢我也试着做旁白配音，给大家做简单的介绍与说明。那希望大家回去都有收获哦。好，就这样，我是吴轩，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